TFX 战斗机项目是土耳其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在2010年启动的项目，其目的是设计研发制造出新一代空优战斗机，用以取代现役空军服役的 F-16战机，成为第5代本土化空优战斗机。随着概念开发和初步设计阶段的完成， TFX 项目的工程开发和初步设计阶段已正式启动。经过漫长的谈判，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国防工业部于2016年8月5日签署了为期48个月的工程开发与初步设计阶段合同，预计耗资200亿美元，其中86亿美元用于研发，其余资金用于批量生产。2015年大概1月8号的时候，当时土耳其的总理是达武特奥卢，突然宣布呢，这个 TFX 项目呢会是一个土耳其的本土化的项目，那么搁置此前我们说这个对外宣称的跟韩国呀、瑞典呐、巴西呀或者是印尼进行的这种合作。那么2015年的3月份，当时土耳其方面呢向这个土耳其国内的各个公司那么宣布那个进行相关的研发。那么现在土耳其方面大概在今年4、5月份的时候宣称呢 TFX 的这个揭幕大概会是在2023年的3月份，2025年呢正式进行首飞，2029年呢进入这个服役。当然这个我们说是不是能实现，现在来看呢很难说。TFX 战机是土耳其自主研发的一款具有隐身功能和新一代航空电子设备的单座双引擎战机，其模型已经在航展中出现过很多次了。之所以这次的消息会让业内热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TFX 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架中型机，从技术角度来说，从中型机入手更符合技术发展规律。土耳其此前虽然参加了美国战斗机的一些组装工作，但毕竟不像韩国那样搞过精英教练级练手。但是从前段时间公布的画面来看， TFX 5代机的外形尺寸甚至比美军 F-22 战斗机还略大，与歼20和苏57战机属于同级别的重型双发多用途战斗机。这样从中型机到重型机的转变，其实对土耳其来说还是很难的。土耳其在研制 TFX 5代机之前，甚至没有研制过一架第3代战斗机，不仅缺乏现代战机研制基础和科研环境，同时也不具备研制和生产现代化战机所需要的全部工业制造能力。正因为如此，该项目从启动到如今的总装，其发展注定了无法一帆风顺。受限于本国的航空工业水平，土耳其美其名曰引进国际合作伙伴，随之也展开了一系列买的对外采购以及寻找外援的操作。首先在2013年与瑞典萨博公司签署协议，对 TFX 在技术和设计上进行支持，其后又与英国 BAE 公司合作，由对方协助设计 TFX， 并且决定采用罗公司的 EJ2000 发动机。到了2018年，发动机部分变更为通用电气生产的 F110 发动机。即使是这样的坎坷还不够，土耳其随之向外公布将 TFX 同一架中型机升级为重型机，这又是为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来讲呢，这个双发重型机这个选择觉得其实是一个难度最大的。那么现在来讲，我们要认识到，可能全世界的真正意义上的5代的双发重型机，其实一共就3款。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就实际上只搞出 F-20这一款。那么土耳其方面选择这个重型的双发机呢，我觉得从性能的角度，或者从空战夺取空制空权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因为土耳其方面在这个研制 TFX 或者是提出相关项目的背景，实际上一个是要替换国内的 F-16。那么另外呢，就是设想它能够跟 F-35进行轻重搭配。那么 F-35本身实际上是一款中型，所以对于土耳其来讲呢，他想要去保证对周边的5代机形成有效的压制，或者至少处于同一水平，同时呢又能够跟 F-35去形成轻重搭配的话，那么它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双发的重型。当然我们说土耳其方面选择这个双发重型机的这个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发动机。那么虽然今年4月份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报道，认为土耳其方面获得了通用动力的一些发动机的这个产品。土耳其方面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希望能够获得先进的西方发动机的，但同时呢，我觉得其实土耳其方面选择重型的双发机呢，也是考虑到如果在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发动机因为相关的一些原因没办法及时到货的情况之下，从俄罗斯方面可以进口这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比如说在推力矢量技术这块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成熟的产品的阿拉31、阿拉41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土耳其来讲是一个走捷径的方式。土耳其原本希望在隐身战斗机方面走2条路，一方面是引进 F-35战斗机，并依靠初始参与国的身份
获得一定的隐身战斗机建造技术，然后再用这些建造技术来设计和建造 TFX 国产化隐身战斗机，提高空军装备的国产化水平。但是随着土耳其被美国驱逐出 F-35的国际合作大家庭，在拿不到 F-35的情况之下，土耳其空军对 TFX 战斗机的性能定位便逐步提高。气动布局设计最终类似于美国 F-22， 前机身采用多平面非圆截面的隐身设计，主翼采用前缘后掠角40度左右的中等展弦比机翼。主翼的大根梢较长，对机身侧面起到了遮蔽的隐身效果，而大边条翼设计则进一步优化了飞机的增升效率。由于缺乏 DSI 进气道的技术支撑， TFX 采用了双斜切成波进气道，虽然隐身能力可能有所减弱，但因为内置了武器舱，整体上保证了基本的隐身能力。如何设计弹舱，如何控制发射，怎样在内置弹舱打开和关闭时减少雷达反射面积，都是造成内置弹舱难以研发设计的主要原因。从目前世界上真正实用化的隐身战机内置弹舱设计来看，整体可以划分为2个大类。一种是中央弹舱加侧弹舱的布局方式，如我国的歼20和美国的 F-22战机都属于这一类型，而美国的 F-35只拥有中间弹舱，可算作其中的一个子类。这类弹舱的设计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机腹内部，导弹呈并列布局一字排开或错落布局，而俄罗斯苏57战机则另辟蹊径，采用了另一种串联式弹舱布局，除在中央弹舱和侧弹舱之外，又在后方添加了一个新弹舱，而土耳其的 TFX 战机便是采用了该类弹舱的设计。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讲，从这个未来作战的考虑那么采用这种大型的串列弹舱，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说如果说未来的一些远程的弹药，那么长度超过现有的弹药的话，那么串列弹舱呢，理论上讲还是有容纳的可能性，那么具备比较好的一个升级空间。但是同时呢，我们说这个串列弹舱本身的设计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像这个最开始 T50 现在苏57当年在串列弹舱的研制过程之中，其实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吃了很多的亏。那么这块来讲，怎么样进行突破？土耳其方面是不是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独立的完成？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打问号。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尺寸下容纳更多武器，使得串联弹舱布局几乎成为了 TFX 项目的最优选择，并且由此决定了该机采用双发宽间距布置。这和苏57先选择了升立体布局，在此基础上设计串联弹舱的做法，虽然殊途同归，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初衷。F-22作为世界上首款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自2006年正式服役以来，就在美军各种军演中屡屡以其悬殊的恐怖比分碾压 F-15和 F-16等对手，甚至一度传出144-0的惊人战绩。据公布的信息，该机迄今为止在各种演习中被判定战损总数量甚至不足10架。在实战当中，作为一款空优战机的 F-22也曾多次穿越完善的战区空防系统，并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全身而退。F-22突出的隐身性能和机动性、超音速巡航和超态势感知能力，使得该机一出现便自带高光，被冠上机皇的称号，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最强战斗机的宝座。由此开创的5代机标准，一时间也成为其他航空大国追赶的目标。时至今日， F-22仍是美空军最为先进的一款战机，但是5代机也因为其复杂的设计和科研难度，使其研发生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航空工业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所谓的5代机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4代机呢，通常来讲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定义的那么这个定义呢，就是通常我们讲所谓四个 S，4个 S 就是这个超机动超音速巡航、这个隐身和先进航电系统。当然了，除此之外还会有些更细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具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个就所谓，或者说是不是在这个 C3指挥控制和通信这块有足够高的水平。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的这个超机动性，包括你的隐身性能是不是能够这个在作战中及时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些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虽然在这个5代机的研发中会有一些侧重，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可能更强调超机动那么在隐身这块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么另外呢，在航电这块可能俄罗斯所处的这个水平跟美国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一款战机是不是说能够达到5代机的标准，这个大家是有认识的。
所以呢，不是说只有隐身的设计，或者说不是说外形看起来有隐身设计它就是五代机。除去现役的4款五代机之外，还有美国的 YF-23和 X-32这2款战机，虽然已造出原型机，但由于各种问题却在竞标阶段被淘汰了。前者由于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敏捷性、过时速机动性等新概念考虑不足，使得 YF-23验证机把研发重点放在了追求隐身性能和超音速巡航上面，强调 YF-23的隐身能力，有利于发挥诺斯罗普的技术特长，把 B-2隐身轰炸机的隐身技术运用到 YF-23上，也是比较符合当时对新机型战机的需求。强调超巡能力，则是属于诺斯罗普对未来空战要求的判断。这样的设计思想使得 YF-23拥有着自身重点突出的特性，但是相对于技术更为全面的 F-22战机而言，这些突出点反而成为该机的败笔，最终没能挺过严格的测试而惨遭淘汰。而 X-32验证机的失败另有原因，虽然该机在整体性能上优于 F-35战机，然而由于该项目技术风险较大，预测成本也高于 F-35，而且研制进展缓慢，相对于 F-35成熟的技术，更小的风险，更少的费用，淘汰出局就成为了命中注定的结果。除了美国的这2款战机之外，像俄罗斯的米格 1.44 和苏47等一些战机，也都在生产出技术验证机后，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被迫停止了研发。虽然这些战机最终都只停留在样机阶段，但是各种试验数据却也为后续机型的研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美俄呢，实际上在 F-22、F-35、苏57之前啊，有过多款这个我们称之为技术验证机也好，或者是技术演示机也好，其实还是有很多款。那么这些战机里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是 YF-23。YF-23呢，普遍认为它在隐身一些角度上可能跟 F-22相比还有自己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后呢，这个高级战术战斗机项目最终我们说胜利的这个应该是 F-22。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讲 YF-23也好，刚才我们说的 F-32、X-32也好，那么这些型号实际上虽然不太成功，但是它对后续战斗机的发展，包括现在美国人所讨论的所谓第6代战斗机的发展，还是带来很多的这种相关的预言的技术的积累。虽然研发一款五代机确实对各国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但是其先进的性能和高超的作战能力，使得各国都对其趋之若鹜。很多国家也都在基于自身国家航空工业实力的前提下，开启了属于本国的五代机之路。就在美国宣布，由于 F-22猛禽战斗机涉及国家核心安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与人分享的同时，日本雄心勃勃地公布了一个代号ATD-X 战机的研制计划，并对外宣称要打造一款属于日本的五代战机，并于2016年1月28日在名古屋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开了定名为 X2， 绰号新神的五代战斗机。新神战斗机长14米，翼展9米，最大重量仅8吨，搭载2台日本国产的 XF51涡轮风扇发动机，并已于2016年4月首飞成功。最初提出来的时候，那么是日本方面这个考虑的所谓五代机项目。那么后面我们说这个新神2016年4月份首飞的时候，那么更多的呢，它还是这个以这个验证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么包括我们说像它的这个发动机包括像飞控这些相关的领域。但是实际上从头到尾，30方面的重点都是放在 FX。这个 FX 呢，现在这个按最新的说法，这个30方面实际上跟这个意大利、跟英国，那么要进行相关的合作。那么30呢是作为总包商，那么英国的这个暴风雨BAE 暴风雨项目，实际上也不光是英国，是英国和意大利的暴风雨项目融进到这个我们说这个 FX 的设计里面。而跟日本的新神战机相比，印度在2001年便提出了发展下一代中型战斗机的设想。2008年10月，印度国防部起草了一份详细工程报告，以 MCA 为基础，研发一架具备低可探测性、高机动性、超声速巡航的战斗机。2010年 MCA 项目更名为 AMCA， 这个增加的 A 意为先进的。这一年也被外界媒体称为印度第5代机项目元年。据公开数据显示， AMCA 机长约 17.6 米，翼展11米，采用单座双发设计，
空重17吨左右，最大起飞重量25吨至30吨。机腹拥有弹舱，其主翼面采用了类似 F-22的菱形机翼，同时拥有全动水平尾翼和非全动垂直尾翼，垂尾向外倾斜27度，且明显后掠。但是自2001年提出，直至2022年7月 ，AMCA 举行首架机切割首块钛合金部件仪式。时间已经过去了21年，其首飞年份预告也一变再变，从2017年、2025年，再到刚公布的2028年，不免让外界猜测，该机会不会成为下一款光辉战机？印度现在这款所谓双引擎的第5代的这个战机啊，那么它的说法叫做 HAL 先进中型战机 AMCA。这 AMCA 呢，应该来讲，这个印度方面宣称已经在制造之中。这个宣称原型机大概就在2025年进行首飞。那么而且印度方面呢，宣称这个 AMCA 呢能够配备 5.5 代的技术，到这个 AMC Mk2 的时候能到6代技术。那么想的是很好，那么要这个兼顾制空权、对地打击，然后这个压制敌方防空，就是通常说的 SEAD。那么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替换苏30，那么能够构成未来的这个印度空军的主力的作战力量。最后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按照印度的计划去实现这个 AMCA 的项目，或者说 AMCA 项目会不会像之前印度的一系列的这种本土的这个先进战机的项目那样出现很多的麻烦，出现很多的拖沓？这个我觉得考虑印度现在的航空工业水平，所以我觉得对于印度来讲 AMCA 项目的前景是很难让人看好。2022年7月19日，一架与美空军 F-22颇为相似的战机 KF-21，从位于韩国庆尚南道四川市的一处空军机场起飞。战机在空中飞行了33分钟后成功降落。飞行结束后，这架战机被韩国总统称赞，这是韩国国防独立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韩媒称这次飞行成功意味着韩国成为继美、中、俄之后全球第4个能制造超音速隐身战机的国家。从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披露的数据来看， KF-21 战机采用2台 F414GE400 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马赫数 1.8， 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最大载荷 7.65 吨，转场航程2000多千米。战机指标总体上介于 F-15和 F-16战机之间，但就是这样一款被韩国称赞的战机，其采用的弹药外挂设计受到了外界的质疑。要知道，隐形战机除了机身设计之外，隐形战斗机的内置弹舱设计是确保该类战机能否保持隐身的一大硬性指标。那为什么韩国要反其道而行呢？使用外挂式设计呢？我觉得其实 KF-21 现在更多的采用这个外挂的方式，而不是内置弹舱的方式的。韩国方面其实有自己的考虑，而且这个考虑倒是很符合韩国的航空技术的水平。因为对于韩国来讲，它一方面呢能够获得你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之前韩国方面在 KF-21 项目上面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的过程之中，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很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韩国的国内的一些军工企业，韩华呀这些相关的企业其实都参与到整个的项目之中，那么分别负责你比如说这种相关的管线的布置啊，这些一些核心的技术的掌握，那么和摸索。其实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说，凭借自身的力量，在这个物质条件不具备，你比如说一些这个超音速的大型风洞这块可能都不具备的情况之下，想要独立的突破是很难的。这个并不是说简单的像大家认为的隐身外形设计那样，就是我照本宣科学着做就能做出来。隐形战斗机的内置弹舱设计难度更大，这项技术可以说几乎是难倒了世界99%的国家。那么内置弹舱设计究竟有多难呢？举个例子，这和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打开车门一样，更何况是几倍音速飞行的战机。